如果说日本之前针对中俄大幅扩建专业的网络化部队，那只是阴谋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俄的鼻尖跟前舞刀弄枪，那就是实实在在的阳谋和挑衅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科 Talk。俄罗斯近日表示，日本在俄远东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俄方的强烈关注，并向日本发出了警告，称一旦俄罗斯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么俄军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应。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俄罗斯如何回应日本施压。其实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6年要组建2支新型导弹部队，装备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地点呢位于九州岛和北海道，其中九州岛距离中国上海仅800公里左右，而北海道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仅隔数十公里，近在咫尺。如果说日本之前大幅扩建专业化的网络部队针对中俄还只是阴谋的话，那么这一次日本在中俄的鼻尖跟前舞刀弄枪，那就是实实在在的阳谋和挑衅了。就在前2天美国计划在日本部署其最新的 AGM-183A 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消息，迅速成为各大军事论坛讨论的话题。而日本方面关于部署地点热度最高的，那就是九州岛。作为美国空军和陆军联合研制的一型高超音速武器AGM-183A 一直进展不顺，几经失败，计划今年才服役。AGM-183A 射程可达2700公里，其宣称的17马赫的末端突防速度，对中俄来讲拦截会非常困难。在对付中俄上，美国也真是煞费苦心，不仅拿出了自己的锋利的矛，也祭出了自己最强的盾。根据美国海军研究部门发布的消息称美国正在加紧研制能够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分层防御系统，针对的假想敌呢，不言而喻，那就是中俄两国。不过，美国的这套分层防御系统组成十分庞大和复杂，面临很多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光是组成天基传感器的卫星就需要200多颗，而目前美国才只发射了1颗，到猴年马月它才能完成呢。面对中俄飞速发展的各种高超音速武器，远水解不了近渴，也就是美日也防不住中俄的高超音速导弹。由于当前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再过几天呢，这场冲突就进行了整整1年了，前方战事焦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认为俄罗斯战争潜力已经是差不多油尽灯枯了，因此开始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步步紧逼，自认为俄罗斯已经无力阻挡西方围剿的步伐了。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就跳了出来，大肆部署导弹等进攻性极强的武器，打算从东西2个方向彻底封死俄罗斯，顺带着呢也要威慑我们中国。作为东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我们中国自然不会允许美日这种同时威胁中俄的行为。美日对中国谋求自身安全的诉求和警告置若罔闻，迫使中俄更紧密抱团。届时，一旦东亚格局变天，引狼入室的日本必将自食恶果。这一点，估计美日政客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也许是想借此事试探中俄的底线。就像当年萨德入韩一样，一旦中俄要是做出让步，那美日便会得寸进尺。因此，我们中俄2国退无可退，一场战略较量可能即将在东北亚上演。好，各位网友，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留言，我们下期再见。